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？你变得越来越沉默了。不是因为你没话说，而是因为你发现能接住你话的人越来越少了。曾经你也是那个热闹场合里的活跃分子，朋友圈永远不缺点赞，聚会永远不缺邀约。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你开始觉得累了。不是身体的累，是灵魂的累。你坐在一群人中间，他们在聊八卦，在聊谁又买了什么车，谁又升了什么职。你听着听着，突然觉得自己像隔了一层玻璃，你能看见他们，能听见他们，但你就是无法融入那个频率。你笑着附和，心里却在想，我为什么要坐在这里？你开始提前离场，开始拒绝一些聚会，开始在周末选择独处。然后有人说你变了，说你高冷了，说你不合群了。你没有反驳，但你心里隐隐有一种不安。你问自己，是不是我真的有问题？是不是我太自以为是了？是不是我在逃避什么？这种不安像一根细小的刺，扎在你每一个独处的夜晚。你享受安静，但你又害怕这种享受本身就是一种病。你害怕自己正在变成一个与世界脱节的人。今天我想告诉你一件事，这件事可能会让你长长的舒一口气。你的孤独不是你社交能力的退化，而是你社交审美的升级。你不是融不进去，你是不愿意再勉强自己融进去了。这不是缺陷，这是觉醒。心理学家马斯洛花了大半辈子研究一个问题，就是那些真正心理健康、真正活出自我的人到底长什么样。他给这群人起了一个名字，叫自我实现者。他发现了一个非常反直觉的规律，这些人几乎无一例外，圈子都很小。他们不是没有社交能力，恰恰相反，他们往往极具魅力，极有感染力。但他们主动选择了少量的、深度的、纯粹的连接，而放弃了大量的泛泛之交。马斯洛说，自我实现者对关系的需求不是数量上的，而是质量上的。他们宁可在人群中保持礼貌的距离，也不愿意用虚假的亲密去填补内心的空洞，因为他们的内心本来就不空。你听到这里，有没有觉得被说中了什么？你不是孤僻，你是丰盈。你不是不需要人，你是不需要那些消耗你的人。你一直以为自己少了什么，但其实你是多了什么。你多了一种眼睛，一种能看穿表面热闹背后真实荒凉的眼睛。这种眼睛让你再也没办法骗自己了。斯坦福大学有一位心理学教授叫劳拉·卡斯滕森，他提出过一个非常精妙的理论，叫社会情绪选择理论。这个理论说的是，当一个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，是珍贵的，他的社交模式就会发生一次根本性的转变。他会从广撒网式的社交转向精准筛选式的社交，从追求信息量转向追求情绪价值和深度意义。卡斯滕森最初是在研究老年人的社交行为时发现这个规律的。老年人的圈子普遍很小，但他们的幸福感和情感满足度反而更高。后来他发现，这个规律不只适用于老年人，任何一个人，只要他的内在成熟度达到了某个阈值，只要他开始认真对待自己的生命能量，他就会自动启动这个筛选机制。你现在正在经历的就是这个过程。你的大脑在进行一次社交系统的升级，旧的操作系统正在被卸载，新的还没有完全装好。所以你会觉得中间有一段空白，有一段真空，有一段不适应，但这不是倒退，这是进化。我知道你现在可能还是会有疑问，你会说，道理我都懂，但为什么这个过程这么痛？为什么我明明知道自己在成长，却还是会在某些深夜觉得落寞？为什么我明明不想回到过去那种无效社交里，却还是会怀念那种被一群人围绕的热闹？让我来告诉你原因。因为人类的大脑有一套非常古老的程序，这套程序在几万年前的部落时代就写好了。那个时代，被群体排斥等于死亡。
一个人如果离开了部落，他就失去了食物来源，失去了保护，失去了繁衍的机会。所以大脑进化出了一套强烈的社交需求回路。每当你感觉自己在远离群体的时候，这套回路就会拉响警报，它会给你释放焦虑，释放不安，释放一种被抛弃的恐惧。这种恐惧是真实的，是生理层面的，它不会因为你认知提升了就自动消失。但你要明白，这套警报系统已经过时了。你不再活在部落里了，你不会因为离开一个无聊的饭局就饿死，你不会因为拒绝一个消耗你的人就失去一切。你的大脑还停留在旧世界的规则里，但你的灵魂已经走到了新世界的门口。这种撕裂感就是成长的代价。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，在你过去的人生里，你可能一直被教导，与人为善就是好的，合群就是对的，独处就是可疑的。你从小就被灌输一种信念，就是你的价值取决于有多少人喜欢你，有多少人需要你，有多少人愿意和你在一起。这套信念已经深深刻进了你的潜意识，所以当你开始主动减少社交的时候，你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在说，你是不是太自私了？你是不是太自大了？你是不是在犯错？这个声音不是你的声音，是过去那些规训你的人的声音，是父母的声音，是老师的声音，是社会的声音。他们告诉你，一个人待着是不正常的。他们告诉你，朋友越多，路越宽。他们告诉你，你应该让所有人都舒服。但他们从来没有告诉你，你也有权利让自己舒服。他们从来没有告诉你，当别人的舒适需要以你的消耗为代价的时候，你完全可以说不。他们从来没有告诉你，真正的善良从来不是对所有人开放自己的边界，而是在保护好自己的前提下选择性的给予。你知道吗？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认知边界，他说的是，一个人的认知水平越高，他对社交环境的敏感度就越强。就像一个人的味觉如果非常精细，他就很难忍受劣质的食物。不是他挑剔，是他的感知阈值不同了。你现在的状态就是这样，你不是看不起谁，你只是很难在信息不对等的交流中获得满足感了。当你想聊一个深度话题的时候，对面的人在聊流量密码；当你想探讨一个生命本质问题的时候，对面的人在比谁的车更贵。你不是不尊重他们的选择，你只是感到一种深深的疲惫。每一次这样的对话，对你来说都是一种能量的单向输出。你给出去了，但什么也没收回来。久而久之，你就会本能地保护自己，你会减少暴露，减少接触，减少那些让你掏空的场景。这不是逃避，这是一种非常高级的自我保护机制。就像一部手机，当电量低于 20% 的时候，它会自动进入省电模式。它关掉了那些不必要的后台程序，把仅剩的能量留给最重要的功能。你的灵魂也是如此，它在告诉你，别再浪费了，把能量留给真正值得的事和人。但我必须在这里给你提一个醒，一个非常重要的醒。有一种陷阱，长得很像觉醒，但其实是逃避。你需要非常诚实地问自己一个问题，你的独处是一种主动的选择，还是一种被动的退缩？你是在保护能量，还是在躲避痛苦？你是在向内扎根，还是在向内塌陷？我见过太多人，他们用自我成长当盾牌，用心理学当挡箭牌，用灵性修行当避难所。他们说自己在观察自己，在疗愈自己，在认识自己，但实际上他们只是在用一种更体面的方式逃避真实的生活。他们不去面对职场的挑战，说是因为不想被世俗绑架；他们不去建立亲密关系，说是因为还没准备好；他们不去承担责任，说是因为需要先搞定自己的内在小孩。他们永远在准备，永远在疗愈，永远在等一个完美的状态降临。但那个状态永远不会来，因为真正的完整
不是在你想清楚之后才去行动的。真正的完整是在行动中被锻造出来的。如果你的觉察没有改变你的选择，它可能只是另一种形式的逃避。这句话可能有点刺耳，但请你把它收好。觉察的意义从来不是让你成为一个永远站在岸上观察水流的人。觉察的意义是让你看清了水流的方向之后，选择一个更好的入水角度，然后跳下去。很多人沉迷于研究自己，他们读了无数本心理学的书，做了无数次冥想，写了无数页日记，他们对自己的每一个创伤都了如指掌，对自己的每一个模式都倒背如流，但他们的生活没有任何改变。他们依然孤独，依然焦虑，依然停在原地。为什么？因为认识自己不是终点，认识自己是起点。认识自己不是为了永远研究自己，而是为了更真实地活出来。就像你学开车，你需要了解油门在哪里，刹车在哪里，方向盘怎么转。但你学这些不是为了永远待在驾校里，你学这些是为了上路，是为了去到你想去的地方。如果你永远在练习却从不出发，那你的练习本身就失去了意义。我见过很多人沉迷于治愈过去，却忘记了创造未来。他们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回溯童年、分析原生家庭、理解创伤模式上。这些事情重要吗？当然重要，但它们不是全部，它们是地基，不是大厦。你不能永远在挖地基，地基挖好了，你要在上面建东西。你要把你对自己的理解转化成对世界的参与，你要把你的洞察力转化成行动力，你要把你内在的丰盈转化成外在的创造。真正觉醒的人不会越来越关注自己，而会越来越投入生活。这句话请你反复品味。真正的觉醒不是让你活得越来越小心翼翼，越来越缩在自己的世界里。真正的觉醒是让你活得越来越松弛，越来越自由，越来越敢于进入这个世界，哪怕它混乱，哪怕它嘈杂，哪怕它不完美。因为你已经不需要世界完美了，你有了一个完整的内核，它可以在任何环境中安住，这才是觉醒的真正果实。所以现在让我们回到那个核心问题，高手的孤独到底是什么？它不是一种永恒的状态，它是一个过渡阶段，它是你从旧系统切换到新系统时那个短暂的黑屏。在旧系统里，你靠数量维持安全感，你需要很多人围绕在你身边才觉得自己是被接纳的。在新系统里，你靠质量获得满足感，你只需要极少数人，但每一个都是灵魂层面的共振。在从旧到新的过渡期里，你会经历一段真空。旧的朋友你已经聊不来了，新的知己你还没有遇到，你就悬在中间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。这段时间是难熬的，但它不是永久的。你要做的不是急着去填满这段空白，而是好好利用它，因为这段空白恰恰是你最宝贵的整合期。你在这段时间里所做的内在工作，会决定你未来吸引到什么样的人。你的频率决定你的磁场，你的磁场决定你的圈子。你不需要去找人，你只需要成为那个对的频率，对的人自然会被吸引过来。但这里有一个前提，你成为的那个频率不能只是一个封闭的频率，你不能把自己调成一个只接收不发射的状态。你需要输出，你需要表达，你需要把你内在的东西创造出来，放到世界上去。无论是通过写作，通过工作，通过创业，通过艺术，通过任何一种形式，你要让世界看见你，不是为了讨好世界，而是为了让那些和你同频的人能够找到你。很多高认知的人有一个通病，就是他们太习惯待在内心世界里了。他们觉得外在世界太粗糙，太嘈杂，不配承载他们的精致，但这是一种傲慢，也是一种恐惧。他们害怕被误解，害怕被评判，害怕自己的表达被曲解，所以他们选择沉默，他们选择隐藏，他们选择
在内心世界里当国王，却在现实世界里当隐形人。这不是高级，这是萎缩。真正的高手不是远离尘世的仙人，真正的高手是身处尘世而内心自在的人，是能够在喧嚣中保持清醒，在混乱中保持秩序，在人群中保持独立的人。自我观察的终点不是成为旁观者，而是重新成为行动者。这句话是整篇内容的核心。你需要从观察者的位置上站起来，重新走进生活的战场。但这一次，你不是盲目地冲进去，你是带着觉知走进去的。你看得见自己的模式，看得见别人的模式，看得见整个游戏的规则。你不再被裹挟，但你依然选择参与。这种参与和过去完全不同。过去你参与是因为害怕被落下，现在你参与是因为你想创造。过去你在人群中是为了逃避孤独，现在你在人群中是为了分享丰盈。过去你社交是因为你内心空虚需要填补，现在你社交是因为你内心充盈想要溢出。这就是质的飞跃。让我给你几个非常具体的建议，不是那种正确的废话，而是你今天就可以开始做的事。第一件事，建立你的能量审计制度。每周末花10分钟，回顾这一周你见过的人，参加过的活动，给每一项打一个能量分数，正分代表它滋养了你，负分代表它消耗了你。连续做4周，你会非常清楚地看见谁是你生命中的充电站，谁是你生命中的漏电口，然后你需要做出一个决定，不是一下子切断所有漏电口，而是逐步减少暴露的频率和时长，温和的，但坚定的。第二件事，学会给拒绝穿上温柔的外衣。很多高认知的人之所以会陷入消耗型社交，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该拒绝，而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拒绝而不伤害别人。这里有一个句式你可以直接用，谢谢你想到我，但我最近在做一件对我很重要的事情，需要大块的完整时间，这一次就不参加了。你不需要解释那件事是什么，你不需要为自己的选择道歉，你只需要表达感谢和歉意，然后温柔地关上门。第三件事，建立你的深度连接仪式。找到你生命中那1到3个真正能同频的人，和他们建立一种固定的深度交流模式。可以是每周1次的长电话，可以是每月1次的面对面深谈，可以是一个只有你们几个人的小群，专门用来分享真实的想法和感受。不需要多，但需要深。这几段关系会成为你在人海中的锚点。第4件事，每天给自己设定一个微小的行动任务。注意，我说的是行动，不是思考，不是观察，不是分析，不是计划，是行动。可以是写300字发出去，可以是给一个许久没联系的朋友发一条真诚的消息，可以是去做一件你一直想做但一直在等准备好才去做的事情。不需要准备好，永远不会准备好，你只需要开始，哪怕歪歪扭扭的开始，哪怕丑陋的开始，哪怕颤抖着开始，开始本身就是完整。第5件事，允许自己拥有攻击性。我知道你可能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，你习惯了退让，习惯了包容，习惯了把别人的感受放在自己前面。但我想告诉你，你的愤怒是有意义的，你的不满是有价值的，你的拒绝不是伤害，是保护。当有人越过你的边界时，你有权利感到愤怒；当有人不尊重你的时间时，你有权利感到不满；当有人把你的善良当成理所当然时，你有权利抽身。这种攻击性不是暴力，它是生命力，它是你内在力量的一部分。你把它压抑了太久了，它不会消失，它只会变成向内的攻击，变成自我否定，变成抑郁和疲惫。把它释放出来，不需要对着别人释放，但至少对自己诚实，承认你在生气，承认你不喜欢，承认你受够了。这种承认本身就是力量的回归。第6件事，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停止用成长
来逃避生活。从今天开始，把你的觉察用在做选择上面，而不是用在分析自己上面。每当你发现自己又陷入了无尽的自我分析时，问自己一个问题：此刻我可以做什么？不是我应该做什么，不是我需要先想清楚什么，而是此刻我可以做什么，然后去做，哪怕只是一小步，哪怕看起来微不足道，因为一小步的行动胜过100个小时的思考。你的生命不是在想清楚的那一刻变好的，你的生命是在你迈出去的那一步里变好的。现在让我把所有这些拉回到一个更高的维度上来看，你过去所经历的一切，那些孤独，那些不被理解，那些自我怀疑的深夜，那些在人群中格格不入的瞬间，那些看着别人轻而易举就能融入而你却怎么也做不到的时刻，这些都不是白费的，他们在你内心深处铸造了一样东西，一种辨别力，一种知道什么是真实的，什么是表演的辨别力，一种知道什么是深度的，什么是浮皮潦草的辨别力，一种知道什么值得你的时间，什么不值得的辨别力。这种辨别力是极其稀缺的，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活在自动驾驶模式里，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交朋友，只是因为大家都在交，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参加聚会，只是因为不去会显得不合群，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维持那些关系，只是因为断了会让人觉得绝情。但你不一样，你已经从自动驾驶模式切换到了手动驾驶模式，你开始有意识地选择你的社交场景，你的能量投放方向，你的生命重心。这看起来会更费力，但它会让你的每一步都走在自己真正想去的方向上。你过去走的那些弯路也不是弯路，它们是你独有的素材库。那些和错误的人交往的经历，让你更清楚什么是对的人。那些在消耗型关系中被掏空的体验，让你更珍惜那些滋养型的连接。那些被误解、被边缘化的时光，让你发展出了一种极强的内在稳定性。你不再那么容易被外界的评价动摇了。你知道自己是谁，你知道自己要什么，你知道自己不要什么。这种清晰就是你的盔甲，它是用所有那些痛苦铸造出来的。没有那些痛苦，就没有今天这个能够独立思考、独立选择、独立行走的你。所以不要否认你的过去，不要觉得它浪费了你的时间，它没有。它在暗处做着你看不见的工程，它在给你未来的大厦打地基。你知道为什么有些人的文字你读了会觉得被击中？为什么有些人说的话你听了会觉得被懂了？为什么有些人的存在本身就让你感到安全和放松？因为那些人都经历过你正在经历的东西，他们从那片荒原里走过来了，他们把荒原里的风沙变成了语言，变成了力量，变成了光。他们没有绕过痛苦，他们穿过了痛苦，而你现在也正在穿越。你可能还在荒原的中段，四周什么都看不见，只有风在呼啸，但我告诉你，你的方向是对的，继续走，不要因为看不见绿洲就停下来。绿洲不会主动出现在你面前，它在你坚持走下去的路上。有一天你会回头看今天这段时光，你会感谢它，你会感谢那些拒绝你让你不得不独处的时刻，你会感谢那些你主动离开的无效聚会，你会感谢那些不被理解的深夜，因为正是这些时刻逼迫你回到了自己的内在，逼迫你去和自己对话，逼迫你去发展出一种不依赖任何人也能站稳的能力，而这种能力是你未来一切美好关系的基础。一个不依赖关系来获得安全感的人，反而能建立最安全的关系。一个不害怕孤独的人，反而能享受最深度的陪伴。一个不需要别人来定义自己价值的人，反而能给出最纯粹的爱。这就是悖论，越不抓取，越能拥有；越不害怕失去，越不会失去；越能安住于独处，
越能在连接中自在。但记住，安住于独处不等于永远独处，它只是意味着你不再因为恐惧而社交，你开始因为喜悦而社交，你不再因为害怕被抛弃而讨好，开始因为真心欣赏而靠近，你不再因为别人需要你而留下，你开始因为你也需要这份连接而选择在场。这种转变发生之后，你会发现一件神奇的事情，你身边的人开始变了，不是他们变了，是你的频率变了，所以你吸引到的人变了。那些和你真正同频的灵魂开始慢慢出现在你的生命里，也许是一本书的作者，也许是一个网络上素未谋面的人，也许是一个你重新以新的眼光看待的老朋友，也许是一个你在最意想不到的场合遇见的陌生人。他们不会很多，可能一生也就那么几个，但每一个都足以抵得上过去100个泛泛之交。因为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不需要解释自己，你不需要降低频率，你不需要假装，你只需要是你自己，完整的、真实的、不经修饰的你自己。这种关系的质感是无法用数量来替代的，它是稀有的，它是珍贵的，它值得你等待。所以现在，此刻，如果你正处在那段孤独的过渡期里，如果你正在经历圈子的更迭，如果你正在为自己的不合群而暗暗自责，我想告诉你几件事。你没有问题，你只是醒得太早了。当大多数人还在沉睡的时候，你已经睁开了眼，你看见了他们看不见的东西，这让你和他们之间产生了一种不可避免的距离。这种距离不是你的错，它是成长的自然结果。就像一棵树长得比其他树都高，它的树冠就注定享受不到其他树的荫蔽了，但它拥有了更开阔的天空，它接收到了更多的阳光，它看见了更远的风景。你就是那棵树，你的高度决定了你的视野，也决定了你的孤独。但请你记住，高处不只有寒冷，高处也有清风，高处也有星光，高处也有那些和你一样向上生长的树，它们就在不远处。你们总会在某个高度相遇，在那之前，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，继续生长。不是为了逃离地面，不是为了证明你比别人高，而是因为向上生长是你的本能，是你生命的方向，是你灵魂的选择。你不需要为此道歉，你不需要为此感到愧疚，你不需要因为别人还停留在地面就故意把自己矮化。你可以温柔地看着地面，但你的根会继续向下扎，你的枝会继续向上升。这就是你的路，它可能比别人的路更安静，但安静不代表荒芜。安静里有深度，安静里有力量，安静里有一种别人用一生也换不来的自在。你曾经以为孤独是一种惩罚，现在你知道了，它是一种邀请。它邀请你走进自己，走进那个你从未好好停留过的内在世界。那里有你忽略了太久的需求，有你压抑了太久的渴望，有你遗忘了太久的才华，有你否认了太久的力量。这些东西一直在那里，只是过去的喧嚣太响了，你听不见它们。现在安静了，你终于能听见了，那就好好听，好好看，好好感受。但听完之后，看完之后，感受完之后，请你记住那句话：自我观察的终点，不是成为旁观者，而是重新成为行动者。带着你所有的觉知，所有的洞察，所有的温柔，所有的力量，重新走进生活。不是像过去那样被生活推着走，而是像一个清醒的人一样，选择自己要走的路，选择自己要爱的人，选择自己要创造的东西，然后全身心地投入，不犹豫，不回头，不自我怀疑。你的孤独期不会永远持续，但它留给你的礼物会永远伴随你。它给了你辨别力，让你再也不会在错误的关系里浪费时间。它给了你内在稳定性，
让你再也不需要靠外界的认可来确认自己的价值。它给了你深度，让你能够给出别人给不了的理解和共鸣。它给了你一种磁场，这种磁场会在正确的时间吸引正确的人。所以不要急，不要慌，不要在过渡期里因为焦虑而随便抓住什么来填补空白。那些随便抓住的东西只会让你的过渡期变得更长。让空白就是空白，让沉默就是沉默，让孤独就是孤独。但在这份孤独里，请你好好生活，好好工作，好好创造，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，好好对待每一个平凡的日子。把你的精力放在你能做的事情上，而不是放在你还没有的东西上。最后我想说，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，他们不需要很多朋友，他们不需要被所有人理解，他们不需要活在聚光灯下，但他们活得非常完整，非常真实，非常有力量。他们不是不需要爱，他们只是不需要廉价的爱。他们不是不需要陪伴，他们只是不需要消耗型的陪伴。他们不是不需要归属感，他们只是不再愿意通过扭曲自己来获得归属感了。如果你是这种人，请你为自己感到骄傲。你没有错，你没有病，你没有在走弯路，你只是走在一条只有自己能听见脚步的路上。这条路暂时没有观众，没有回音，没有队伍，但它是你自己的路。而真正的高手不是那些从不迷路的人，而是那些在孤独里找到方向并毅然选择走下去的人。你现在正处在这样一个段落的分隔符上，旧的章节已经合上，新的一页还没有落笔，但你已经不再是那个需要别人告诉你该翻页了的人了。你看见了，你知道了，你选择了，那就继续。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，不是为了等到被理解才出发，而是因为停下来已经比赶路更辛苦了。孤独会过去，你不会。你在成为那个不再害怕结局的人而路上。